当越南总理范明正颤抖着手签下那份美越新贸易协议时，他汗湿的掌心或许正晕开墨迹，也晕开了越南未来经济走向的迷雾。这份协议表面上给予了越南输美商品 20% 的优惠关税，但其背后隐藏的却是针对中国制造的致命毒丸，经越南转运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高达 40% 的惩罚性关税。更甚者，协议赋予美国监控越南出口数据、突击检查工厂的权利，这无疑是将越南的经济主权拱手相让。一夜之间，数以百计的越南北部工业区中资电子厂、服装厂陷入了生死时速。一家为耐克代工鞋面的中企老板，面对 40% 的额外关税，不得不面对每双运动鞋成本暴涨$35的残酷现实。美国客户当即取消全部订单，生产线彻底停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工厂的悲剧，更是全球产业链在贸易战阴影下被迫重塑的缩影。越南的这次妥协，与其说是情愿，不如说是刀架脖子上的无奈之举。2024年，越南对美贸易顺差高达$1230亿，占其 GDP 近 30%， 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攥在美国手中。今年4月，当川普突然对越南挥舞 46% 的关税大棒时，越南股市应声暴跌 6.7%， 汇率创下31年新低。外资的雪崩式撤离让越南深刻体会到，若再失去美国市场，其经济将坠入负增长的深渊。在这种压力之下，越南的签字显得格外沉重，却又别无选择。这份协议的刀锋直指中越产业链长期形成的三角模式。多年来，许多标榜越南制造的运动鞋、电子产品，其实高达 60% 至 80% 的原材料来自中国，例如纺织面料、电子元件、家具板材等。这种模式让中国产品能够通过越南曲线救国，避开部分美国关税。然而，美国的新规明确要求，要享受低关税的商品必须在越南完成实质性加工，核心工序不得外包。这彻底斩断了中国半成品经越南组装的转口链条，也意味着越南作为中间跳板的价值大打折扣。更致命的是，苹果、三星等全球科技巨头的釜底抽薪，他们紧急通知中国供应商，要么将整个工厂连同所有生产线一同迁至越南，实现深度本地化，要么就终止合作。这对于众多中小型企业来说，无疑是天方夜谭。面对越南飙升的地租、不断上涨的劳工成本以及飘忽不定的政策，大规模的搬迁不仅意味着巨额的投入，更是一场充满未知风险的豪赌。对于多数中小企业而言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订单锐减甚至停产的困境。40% 的惩罚性关税如同断头铡落下，直接促使中企开启了多路径的突围战。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不再是缓慢的渐变，而是以闪电战的速度在进行。首先，墨西哥成为了电子企业的首选跳板。苹果火速将 AirPods 在越南的 65% 产能迁至墨西哥，借助美墨加协定 ASEAN 的框架，以近乎零关税的优势进入美国市场。在墨西哥蒂华纳的工业园区里，有中资背景的电子厂正彻夜赶工，为北美订单冲刺。这显示出在规则框架下寻找替代方案的灵活性和速度。其次，柬埔寨与老挝则成为纺织、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避风港。这些国家的审查相对宽松，人工成本也更低廉，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转移生产。例如，一家广西家具厂选择将木材的粗加工环节转移至老挝，最终产品绕开美国，直接供应欧洲市场。这种多点开花的布局旨在分散风险，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或转口路径。去年美国取消东南亚光伏关税豁免后，中国光伏企业也上演了类似的转移，他们迅速转战印度尼西亚、
老挝等地新建工厂，其产能甚至能满足美国1半的需求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最后，少数具备技术优势的巨头则选择了以技术换市场的策略。例如，某山东钙钛矿电池企业选择将其核心专利授权给越南工厂，帮助其建立完整的生产线。一旦本地化率突破 30% 的门槛，产品就能立刻撕掉中国制造的标签，获得进入市场的通行证。这种策略与隆基绿能、天合光能在马来西亚和德州的布局如出一辙，通过技术输出和本地化生产，巧妙地破解贸易壁垒，确保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。这表明，在面对贸易限制时，技术创新和战略布局成为了企业突围的关键。这场美越协议的签署，让越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表面上获得的 20% 优惠关税，实际仍比协议前的原税率高出10个百分点。例如，耐克鞋厂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，薄如纸片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越南一边签署针对中国的 40% 转运关税协议，一边其 80% 的纺织原料和 70% 的电子元件却离不开中国的供应。这种高度的产业链依赖，使得越南在试图脱钩时陷入了难以自洽的矛盾。为了迎合美国的要求，越南启动了3大自毁式封堵措施，建立区块链溯源系统，监控中国原料来源，推行越南制造强制标注新规，以及构建中国商品转运监测网络。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胡志明市宝源鞋厂工人从数万锐减至不足3万，失业潮席卷了当地工业区，对越南的社会稳定和民生造成了巨大冲击。越南的产业升级梦想正被现实的残酷击碎。尽管越南政府喊出取代中国制造的口号，却无力弥补其自身基础设施的短板，电力短缺迫使工厂轮流停产，行政效率低下让外国企业办理签证耗时数月。当美国要求越南脱钩中国时，一位产业链顾问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既要越南替代中国，又禁止从中国进货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死局。越南发现，在产业链高度全球化的今天，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切割，只会两败俱伤。面对美国和越南的协议，中国并非没有反击的底牌，而且这些底牌早已握在手中，形成了多维度的供应链权力博弈。首先是贸易逆差。越南每年对中国有46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，从机械设备到工业原料，越南对中国的供应深度依赖。如果中国决定卡住纺织燃料、电子芯片等关键物料的供应，越南的生产线将在瞬间瘫痪。这种卡脖子的能力是中国在贸易博弈中的重要筹码。其次是基础设施。越南的电网、港口、铁路等大量基础设施都采用了中国的技术和设备，其关键部件的供应也高度依赖中国。去年越南电力危机时，正是中国紧急供电才避免了工厂大面积停工。这种基础设施上的依赖并非短期内可以替代，是中国对越南的强大影响力之一。再者，农产品与稀土构成了双重绞索。越南 38% 的农产品依赖中国市场，一旦龙眼、咖啡豆等农产品出口受限，码头将堆积如山，对越南农民的生计造成毁灭性打击。而在稀土领域，中国更是拥有加工技术的垄断地位。美国电动车所需的永磁材料 92% 依赖中国供应。当川普强推去中国化时，特斯拉柏林工厂反而改用中国电池，这再次证明了资本的选择往往比政治宣言更为真实和理性。供应链的韧性和成本效率
最终决定了企业的生产布局。最凌厉的杀招则在规则层面。中国正联合欧盟向 WTO 提起诉讼，指控美越协议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。这场法律战一旦胜诉，40%的惩罚性关税将成为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铁证，对美国的贸易霸权构成严峻挑战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，更是一场围绕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全球博弈。美越新贸易协议的签署，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重组，清晰地揭示了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零和游戏，而是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贸易战。越南为了所谓的优惠而付出经济主权和产业命脉的代价，中国企业被迫加速全球布局，寻找新的生产基地，而美国试图通过地缘政治手段重塑供应链，却也面临着市场规律和成本效益的挑战。未来，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和重塑仍将继续，这其中充满了挑战，也蕴含着机遇。如何在这种动荡中找到新的平衡点，是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思考的课题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